先问大伙儿一句，你们平时有没有遇见过那种怎么琢磨都想不通的怪事儿？明面上看，所有现象都能勉强解释，可你细扒细节，就处处透着不对劲儿。一堆巧合扎堆凑在一起，就像是专门设了局，等着人往里跳。今天这件事儿还是来自我的老钓友大刘。这位大刘今年42岁，干建材销售的，长相普通，性格也沉稳，平日里话特别少。他这辈子就一个爱好，野钓，不去热闹的黑坑跟人较劲，也不玩花哨的路亚装备，就偏爱找那些人迹罕至的野河沟。老旧沙坑搬个小马扎坐一整天，有鱼没鱼都开心，图的就是一份清静自在。他以前总跟身边钓友吹牛，说野钓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吓自己，什么水鬼替身、河边邪祟，全是瞎扯。可自打上个月遇上那桩怪事儿，他这辈子再也没说过这句大话。事情要从一个周五的傍晚说起。那天大刘下班回家吃饭，无意间刷钓友群，看见大伙儿都在聊城南新开的一家渔具城，说是店里所有装备比网上售价便宜将近一半。他心里立马动了心思，自己的旧钓箱早就没法用了，箱盖塌了半边，坐久了硌得屁股生疼，正好趁这个机会换个新的。他跟媳妇儿随口提了一嘴，媳妇儿也懒得跟他较真儿，只说想去就去，别耽误自己周末睡懒觉就行。大刘心里乐开了花。第二天周六，天刚蒙蒙亮，他就开车往城南赶。这家渔具城的位置是真偏，坐落在城南开发区最深处，四周全是物流仓库，大清早的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道路两旁停满了闲置的厢式货车，整片区域安静得吓人。大刘跟着导航七拐八绕，心里还暗自嘀咕，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开渔具城哪来的生意？正琢磨着，导航提示已经抵达目的地。他抬头一看，路边立着一栋3层小灰楼，看得出来是旧仓库改造的。楼顶架着一块铁皮招牌，写着新海渔具城5个字，漆面斑驳脱落，看着年头不短。楼前空地上零零散散停着3、4辆车，看着是有顾客在里面采购。大刘找了个空位停好车，拎着水杯就推门进去了。一进门，一股混杂着鱼线、塑胶、橡胶配件、仿真饵料和腥香鱼饵的味道直直扑面而来。店里没开几盏大灯，全靠门口的自然光照明，光线昏昏沉沉的。两侧的货架顶天立地，摆满了各类渔具，密密麻麻跟迷宫一样。最怪异的一点是，楼下明明停着好几辆车，店里却空荡荡的，一个顾客都没有。大刘当时没多想，只当是客人都在2楼、3楼挑选装备。他刚抬脚往里面走，货架后面突然转出一个老头，年纪约莫50来岁，身形瘦小，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脸窄长，眼窝深陷，架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老头看见大刘，立马堆起笑脸，快步迎了上来，开口问道：兄弟，看点什么？大刘直言想挑一个新钓箱。老头点点头，领着他往2楼走。店内的楼梯是铁质架子搭建的，踩上去咚咚作响，扶手冰凉刺骨，布满锈迹。2楼整层都摆放着钓箱和渔具大包，光线比1楼还要昏暗，只有窗边一小块区域透着亮光。老头挨个给他介绍款式，哪款带升降脚，哪款靠背能平躺，讲解的特别细致专业。大刘最后相中了一款灰色刻石陆生的钓箱，坐上去试了试，软硬适中，靠背贴合腰背，舒适度刚刚好。一问价格，比网上便宜了将近头100块。大刘心里大喜，觉得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当场扫码付了款。老头从角落翻出一个积灰的旧纸箱，小心翼翼把钓箱装进去，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还主动帮他扛到了车后备箱。全程老头话特别少，就是帮忙调整钓箱位置的时候，冰凉的手背蹭到了大刘的手背，冰冷的触感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大刘没放在心上，道了谢就开车返程，一路上心里都美滋滋的，自认捡了个大便宜。回到家，他拆开纸箱，把新钓箱摆在客厅，左看右看，越看越满意。媳妇儿凑过来扫了一眼，随口吐槽，跟旧的没多大区别，纯属瞎花钱。大刘懒得跟他争辩，
吃过午饭，简单收拾了渔具，扛着新钓箱就出门钓鱼了。他常去的钓点在城北潮白河边上，是一处废弃多年的老沙坑，岸边形成一个天然回水湾，水底凹凸不平，格外藏鱼。就是路况太差，极少有人专门过来钓鱼。他把车停在河堤上，背着钓箱，拎着渔具包，穿过一片茂密的芦苇荡，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赶到老钓位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多。当天天气格外闷热，气压很低，鱼口极差。一下午的时间，他只钓上来几条小白条。大刘本身也不为渔获，就坐在新钓箱上慢悠悠抽烟，望着河面发呆消磨时间。太阳渐渐西斜，岸边的蚊虫开始扎堆飞舞，嗡嗡的声响不停萦绕在耳边。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快晚上7点了，天马上就要黑透。老钓友都懂一个规矩，野钓天黑必收竿，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忌讳。以前大刘从来不当回事，可那天不知怎么的，心里莫名发慌，隐隐透着不安，索性打算收拾东西回家。可就在他伸手去抓鱼竿的瞬间，水面上的浮漂猛地一沉，不是小鱼闹窝的轻微抖动，是稳稳当当缓缓下沉的标准黑漂，全程安安静静，没有一点多余动静。大刘瞬间精神一振，手腕猛地扬竿，杆梢瞬间弯成一张满弓，鱼线绷得笔直，发出嗡嗡的紧绷声。水下传来的力道格外沉重，闷闷的，死死的，完全不像是鱼的挣扎力度，反倒像挂住了一个灌满河水的布袋子。他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挂底了，可下一秒他就察觉不对劲儿，水下的东西在动，不往河中心逃窜，也没有丝毫扑腾的动静，就沉在水底，慢悠悠朝着岸边挪动。大刘攥紧鱼竿，身体拼命往后仰，用尽了全身力气，可根本抗衡不住水下的拉力，反倒被拽得往前踉跄了半步。他这根魁米7的软钓鱼竿被拽得咔咔作响，再用力大概率就要折断。双方就这么僵持了10几秒，水下的力道突然一松，紧接着那东西猛地掉头，贴着岸边急速冲来，速度快得离谱，紧绷的鱼线瞬间松弛，软塌塌漂浮在水面上。大刘心里一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大步。他刚站稳脚，身前的水面轰然炸开，一团黑色物件裹挟着水花冲出水面，擦着他的鞋帮重重摔在岸边泥地上，溅得他一裤腿泥点。一股浓烈的腥臭味混杂着河底淤泥的腐朽味瞬间扑面而来，呛得人发闷。大刘连忙后退2步，稳住心神，低头一看，头皮瞬间发麻。泥地上静静躺着一只布鞋，是老式黑色北京千层底布鞋，被河水泡得发胀发白，鞋面裹满了墨绿色的水藻和发黑烂泥，脏得看不清原本模样。他钓了将近20年鱼，河里的树枝、塑料袋、烂衣物、破铁罐都钓上来过，可活生生钓上来一只完整的布鞋，还是头一回遇见。最瘆人的是，刚才水下那股沉稳有力的拉扯感，绝非一只轻飘飘的布鞋能做到的。此时天色已经彻底黑透，整片河道黑漆漆的，没有半点光亮，只剩河水哗哗的流淌声。远处的芦苇荡里，不知名的野鸟发出阵阵嘎嘎的叫声，听着酷似人的笑声，格外瘆人。大刘浑身汗毛根根竖起，再也不敢多待，压根不敢触碰那只布鞋，直接伸手剪断鱼线，连鱼钩都舍弃了。胡乱把鱼竿、饵料塞进渔具包，扛起钓箱，转身就往河堤狂奔，一路飞奔上车，锁死所有车门，车子开出很远，他的心脏依旧在疯狂跳动，久久无法平静。行驶途中等红灯，他下意识扭头扫了一眼车后排，就这一眼，浑身血液几乎瞬间冰凉。崭新的钓箱靠背正中间，清清楚楚印着一个完整的鞋印，泥水印的鞋底纹路清晰可见，脚尖朝上，位置规整的诡异。而且这个鞋印的纹路和他刚才从河里钓上来的那只千层底部鞋一模一样。大刘僵在驾驶座上，半天缓不过神。这只钓箱他买回来全程干净整洁，一下午都稳稳坐在上面，后背全程贴合靠背，如果有泥印，他不可能毫无察觉。更诡异的是，脚尖朝上的鞋印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有人站在他身后，抬脚踩在靠背上才能形成。他强迫自己冷静，拼命自我安慰，是刚才跑路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河泥，可心里的疑虑怎么都压不下去。他不敢细想，一脚油门赶紧开车回家。到家之后，他不敢跟媳妇儿说实话，怕媳妇儿担惊受怕。胡思乱想，趁着媳妇儿在客厅看电视，他悄悄把吊箱搬到阳台，接了一盆清水，拿刷子蘸着洗衣粉反复刷洗。可邪门的事情发生了，看着普通的河泥污渍，不管他怎么刷，洗衣粉、肥皂轮番用，前前后后刷了7、8遍，鞋印依旧牢牢印在靠背上，像是渗进了布料纤维里，半点没消退，甚至越刷纹路越清晰。大刘心里膈应到了极点，找了一个大号黑色垃圾袋，把整个吊箱严严实实套住，塞进储藏室最里面的角落，压在一堆旧箱子底下，眼不见为净。他当时心里打定主意，过2天重新买一个新吊箱，这个就彻底扔掉。他本以为把东西藏起来，怪事就会就此结束，可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当天夜里，他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噩梦，梦里还是傍晚的河边钓位，天色灰蒙蒙的，分不清昼夜，河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没有一丝波纹。他依旧坐在那个新买的吊箱上，手里攥着鱼竿，浑身僵硬，一动也不能动。紧接着脚底下传来动静，咚咚的闷响，像是有人在木板底下不停敲击。大刘低头一看，自己脚下的泥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漆黑的旧木板，敲击声就是从木板底下传出来的。他俯身把耳朵贴在木板上，终于听清了声音，是一个苍老沙哑的老人声，有气无力，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太黑了，这里头太黑了，把鞋还给我。大刘猛地从梦里惊醒，浑身大汗淋漓，睡衣完全被冷汗浸透，贴在身上冰凉刺骨。床头的闹钟显示时间是凌晨0点15分，身边的媳妇儿睡得安稳，呼吸均匀，他躺在床上再也没有半点睡意。梦里那个沙哑的求助声就在耳边盘旋，挥之不去。第二天一早，他特意给公司请假，谎称肠胃不舒服。等媳妇儿上班出门后，他一个人坐在客厅，抽完了半包烟。从前他总打趣别人迷信，直到亲身经历才知道，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根本藏不住。他突然想起一个人，钓友老马。老马今年60多岁，退休前在自来水公司做管道维修，大半辈子都在野外奔波，见过无数匪夷所思的邪性事。他常年随身带着桃木牌，车里挂着5帝钱。以前大刘总拿这些事儿调侃他，如今出事，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老马。他颤抖着拨通老马的电话，声音发飘，毫无底气。老马一听他的语气，就知道是撞上怪事儿了，只让他直接来家里，自己在家等着。大刘赶到老马家，从周6去城郊渔具城买钓箱，到河边钓鱼钓出布鞋，再到钓箱莫名出现鞋印，深夜诡异噩梦，前前后后所有细节一五一十全部说了出来。老马听完沉默了许久，一言不发走进里屋，拿出一个红色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块打磨的发亮的桃木牌。他把木牌放在茶几上，缓缓开口说道：兄弟，以前我说的规矩你总当玩笑，今天我必须跟你说清楚，野外野水最是阴杂，水里捞出来的东西绝对不能随便往家带，沾了活人的气息就容易缠上事。潮白河、老沙河这些老河道，水底沉了太多东西，藏着太多说不清的过往。他接着追问：那只河里的布鞋你没带回家吧？大刘连忙摇头，说自己碰都没敢碰。老马松了口气，又问起吊箱的下落。大刘如实说，套了袋子塞在储藏室最角落。老马当即起身，直接说道：走，去你家，我亲自看看那个吊箱。两人驱车赶到大刘家，从储藏室把吊箱拖了出来。老马拆掉黑色垃圾袋，反复翻看吊箱整体，手指摸到靠背的鞋印时，眉头瞬间紧紧皱起。他凑近闻了闻污渍的气味，又用指甲轻轻刮了一点泥渍，沉声说道：这泥不对劲，不是河边表层的浮泥，是河底深层的黑淤泥，阴气重，粘性大。
一旦粘在物件上，根本洗不掉。说完，他把吊箱立起来，顺着底座和靠背的夹缝仔细摸索，没一会儿，手指停住了。从狭窄的夹缝里抠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旧信纸，信纸已经泛黄发脆，边角微微破损。老马小心翼翼展开信纸，上面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一行歪扭字迹，向阳路17号客洞一门102。大刘凑过去看清字迹，脸色瞬间惨白。老马盯着纸条看了许久，抬头问他向阳路是不是潮白河边上那片老旧家属院。大刘点头确认，那片老红砖楼是70、80年代的建筑，早就纳入拆迁范围，如今没剩几户人家，破败不堪。老马缓缓开口，水里的物件带人引路，这不是作祟害人，是有人有事求你帮忙。这张纸条就是留给你的线索和地址。大刘心慌意乱，连忙问道：马哥，我没招谁没惹谁，平白遇上这种事该怎么办？老马拍了拍他的胳膊，安抚道：别急，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对方没有半点害人的心思，只是执着要挟，大概率是死得憋屈，有冤无处伸。我认识一位老大哥，退休前在殡仪馆干了半辈子，见多了各类怪事，下午咱们去找他问问，听听他的说法。当天下午，两人专程赶往城郊村落，拜访这位陈姓老人。老陈今年70多岁，看着就是普通农家老人，唯独一双眼睛格外清亮，看人一眼仿佛能看透人心。大刘再次把所有经历完整复述一遍。老陈扫了一眼那张泛黄的纸条，又看了看带鞋印的吊箱，全程没提半点鬼神之说，只问了2个关键问题。第一，那只布鞋确定是从深水钓上来的，不是岸边杂物。大刘笃定点头，亲眼看着从水底冲出来。第二，梦里的老人除了说里面太黑，还有没有别的话语？大刘回想片刻，摇头说没有。老陈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世间从无无故缠身的怪事，逝者找活人，要么是活人拿了对方的遗物，要么是逝者有冤屈，有话语带不出来，只求活人搭把手。你遇上的就是第二种情况。这张纸条是指路的信号，你想去灾心庵，就必须去这个地址一趟，查清背后的原委。对方看你愿意帮忙，执念消散，自然不会再纠缠你。末了，老陈特意叮嘱，千万不要独自前往，最好2人结伴。到了地方，不要乱碰物品，不要随意接话。从老陈家出来，大刘心里7上8下，满心忌惮，迟迟不敢赴约。他把纸条揣在钱包里，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眼，又赶紧收好。就这么拖了整整3天。这3天夜里，他再也没做过噩梦。他以为事情已经悄悄翻篇，可第4天夜里，真正恐怖的事情才刚刚降临。那天大刘加班，到夜里10点多才到家，媳妇儿早已熟睡，屋里一片漆黑。他轻手轻脚换鞋、洗漱，洗完澡擦着头发走出卫生间，路过客厅时，猛然发现电视机是亮着的，屏幕满是雪花噪点，滋滋的电流声格外刺耳。他只当是媳妇儿睡前忘了关机，随手拿起遥控器按下关机键，屏幕瞬间黑屏。他转身准备回卧室，刚走2步，身后啪的一声轻响，电视机竟然自己重新亮起，依旧是满屏雪花，嘈杂的电流声里隐约夹杂着沉闷的咚咚声，和他梦里听到的木板敲击声一模一样。大刘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头皮发麻。他快步走过去，直接拔掉电视电源插头，屏幕彻底熄灭。客厅瞬间陷入死寂，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就在他松了口气，准备回卧室的时候，身后阳台方向传来一声清晰的轻响，咚的一下，像是有人光脚踩在瓷砖地面上发出的声音。大刘浑身一僵，猛地转身，立刻打开手机手电筒，光柱扫过沙发、茶几，最后定格在紧闭的阳台推拉门上。窗帘严密拉拢，可底部缝隙里赫然露出一小截黑色布料。他屏住呼吸，慢慢拉开窗帘，眼前的一幕让他双腿发软，浑身发凉。光洁的阳台瓷砖上，端端正正摆着一只黑色老北京千层底部鞋，
鞋面湿漉漉的，鞋底的河泥在瓷砖上晕开2团深色水渍，鞋尖笔直朝向客厅，摆放得整整齐齐。鞋帮上还沾着一丝熟悉的墨绿色水藻，正是他那天从潮白河钓上来的那只鞋。大刘彻底慌了，半点不敢触碰，转身冲进卧室叫醒熟睡的媳妇儿，随便编了个水管漏水的借口，连夜带着媳妇儿住进了酒店。第二天一早，安顿好媳妇儿上班，他立刻拨通老马的电话，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慌乱：马哥，出事了。他直接找到我家里来了。老马听完立马催促：别再拖了，现在就去向阳路查清真相。两人即刻驱车赶往向阳路17号老家属院。实地一看，这里比想象中更加破败荒凉，道路两侧的梧桐树参天蔽日，阳光根本透不进来，整片居民区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儿。老旧红砖楼的墙皮大面积脱落，多数窗户都钉着封堵的木板。楼下坐着几位晒太阳的老人，眼神呆滞麻木，看到陌生车辆进来，全都直勾勾盯着，一言不发。车子停在 A 号楼楼下，单元门的铁栅栏锈迹斑斑，只剩半扇门板，轻轻一推就发出吱呀的刺耳异响。楼道里漆黑一片，灰尘混杂着霉味扑面而来，呛人又压抑。两人打开手机手电筒，摸索着走到102户门口。老式绿漆防盗门漆面斑驳脱落，门上贴着一张水电费催缴单，落款是安和家园物业。老马看着落款，低声嘀咕：安和家园是城北的新小区，怎么会代管这片老旧家属院？大刘抬手轻轻敲门，屋内毫无回应，加重力道再敲，依旧一片死寂。就在两人准备转身离开时，隔壁101户的房门悄无声息裂开一条缝隙，一位老太太探出头，警惕地打量着两人，开口问道：你们找谁？大刘连忙回应：我们找102户的住户。老太太上下打量他们一番，撇了撇嘴，语气平淡地说道：别找了，屋里的人已经走了快3个月了，尸体发臭才被邻居发现，警察早就来过了。大刘心里猛地一沉，老马连忙追问：人是怎么走的？是意外吗？老太太压低声音说道：警察定论是心脏病突发猝死，房门从里面反锁，人躺在床上，看着跟睡着了一样，没什么异样。但这事儿透着邪性，出事前整整撮天，这户的老孙莫名失踪，回来的时候浑身湿透，脚上一只鞋都没有，是光脚走回来的。回来之后就失魂落魄，问什么都不说，没过几天人就没了。大刘赶紧追问：大爷平时是不是喜欢钓鱼，常去潮白河河边？老太太立马摇头，语气笃定：他这辈子最怕水，年轻时候差点淹死在河里，之后一辈子不碰水边，连河边都不肯靠近，怎么可能钓鱼？说完，老太太砰的一声关上房门，楼道再次陷入漆黑死寂。大刘背靠冰冷的墙壁，后背冷汗层层往下淌。一个毕生怕水从不进河的老人，死后却凭空出现在河底的布鞋，死前浑身湿透，无故失踪，死后还托梦跟自己要鞋，所有线索串联在一起，处处都是说不通的冤屈。老马拍了拍他的肩膀，带着他回到车上。两人静坐许久，没人开口说话。良久，老马点燃一支烟，缓缓说出自己的推测：兄弟，这事儿根本不是意外，老孙怕水，绝对不会主动去河边，大概率是被人强行带过去的。安和家园新建楼盘，一直要拆迁这片老家属院，老孙不肯搬走，是有名的钉子户。开发商为了逼迁，找人把他绑到工地积水坑里恐吓，把他的鞋扔进河里，还把人关了cut天。老头侥幸捡回一条命，又气又怕，加上本身心脏不好，回家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受了委屈没人撑腰，冤屈只能烂在心里，没法对外诉说。老马弹了弹烟灰，继续说道：他死得太憋屈，没处申冤，你钓上来的那只鞋沾了你的活人气息，他没办法，只能借着这点缘分找上你。托梦留线索，不是害人，是求你帮他把冤屈捅出去。大刘喉咙干涩发紧，忐忑地问道：
可我去报警，警察会信吗？我说调上来一只鞋，鞋子自己跑家里，还有托梦求助，人家肯定把我当成疯子。老马白了他一眼，耐心开导：你不用讲这些玄乎的怪事儿，警察办案只看实证，你就如实说自己野钓时掉出一只布鞋，后续在新买的吊箱夹缝里发现了手写的住户地址，顺着地址走访，发现户主离奇猝死，死前有10天失踪记录，浑身湿透赤脚归家，且该户主是拆迁钉子户，存在被逼迫的嫌疑，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线索，没有半点虚言。大刘瞬间豁然开朗。当天下午，两人一起赶往辖区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警官。大刘按照老马的叮嘱，只陈述客观事实，避开所有灵异玄学内容，如实上报了自己发现的所有疑点和线索。张警官起初只是例行记录，可听到拆迁逼迁、老人失踪托天、浑身湿透猝死这些关键信息时，瞬间皱紧了眉头。他拿着那张泛黄的纸条反复查看，仔细询问了所有细节，让两人在接待室等候。没过多久，张警官折返回来，神色格外凝重，告诉他们，安和家园楼盘此前多次被举报暴力逼迁，一直没有实质证据，无法立案。老孙的猝死案当初证据不足，最终草草定论为自然猝死，本身就存在极大疑点。你们提供的线索对案件核查至关重要，我们会立刻重启调查。做完笔录，走出派出所，天色已经完全黑透，空中飘着绵绵细雨，空气潮湿清冷。大刘长长吐出一口气，积压多日的压抑和恐慌终于消散了大半。开天后，张警官主动给大刘打来电话，告知案件成功告破。安和家园的包工头为了快速推进拆迁，逼迫老孙搬迁，私下雇佣了几名社会闲散人员，将老孙强行绑到工地废弃积水防空洞，非法拘禁10天，还故意把他的鞋子扔进河里，以此恐吓逼迁。老孙本就心脏有旧疾，受冻受吓，积气成疾，归家后没多久便离世。涉案的几名闲散人员潜逃大半年，近期在外地被警方抓获，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包工头也因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依法刑事拘留。张警官还转达，老孙有一位远房侄子，特意托他致谢。若不是大刘发现线索，主动上报，这桩冤案大概率会永远石沉大海。大刘握着手机，久久无言，心里五味杂陈。他终于彻底明白老陈的话，逝者从不会无故纠缠活人，但凡有所求，皆是走投无路，冤屈难伸，只能用这种极端又无奈的方式寻求一丝公道。当晚下班回家，大刘从储藏室拖出那只吊箱，再次看向靠背处的鞋印，竟然已经淡了大半，轻轻用手一抹，渗入布料的泥渣簌簌脱落，像干透的尘土，一擦即净，再也没有半点痕迹。他把这只承载了所有怪事的吊箱放在楼下垃圾桶旁，彻底舍弃。上楼途中，手机突然弹出一条陌生短信，号码是空号，短信内容只有简简单单4个字：劳烦你了。大刘站在楼道里，盯着屏幕看了许久，回拨过去，系统提示号码为空，彻底无法接通。他望向楼下，吊箱静静摆在垃圾桶边，晚风拂过，吹得塑料袋哗哗作响。回到家中，媳妇儿正在厨房做饭，满屋都是烟火暖意，阳台窗户敞开着，雨后清新的土腥风扑面而来，干净清爽。那只诡异的布鞋再也没有出现过，电视机也恢复正常，开机换台播放节目，一切完好如初，再也没有半点异常。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后来身边钓友都问大刘，经历过这种事还敢野钓吗？大刘说，钓怎么不钓，只是他再也没去过那片回水湾，还养成了死规矩，但凡野钓，太阳落山必定准时收竿，多1分钟都不逗留。野外水里捞出来的杂物件一律当场扔回水里，绝不贪图稀奇，绝不往家带。他也经常叮嘱身边年轻钓友，老一辈传下来的野外规矩从来都不是封建迷信，野水幽深，世事复杂，
看不见的因果太多，做人做事永远要心存敬畏，懂得分寸。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咱们下回见。